沉香如屑新动态，预告镜头滤镜太真实，杨紫诚意颜值骤降。2021年下半年的沉香如粉杀出重围，汇聚了杨紫和程毅两位颜值一线的年轻演员实力，这两人可以说是90后的顶级演员之一。同样徜徉在多部古装剧中广受好评，这次合作能让粉丝们兴奋不已，满怀期待。每次出料总能引发网友们的沸腾，这次又有新动态出来，网传沉香如粉暂定于6月在优酷播出。虽然目前还没有官方动静，但让粉丝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媒体放出了一段长达16分钟的花絮。按理说，待播剧的外泄对作品的播出效果影响很大，但让观众期待已久，可谓是赏心悦目。古语剧泛滥，沉香如屑能脱颖而出。其实6月份的网传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毕竟暑期档是电视剧市场最热闹的时候，各大电视台经常会出一张好牌，题材和阵容都是很有意思的作品，比如2021年孙俪的《理想城市》和孙红雷的《黑色风暴》，这两部剧在当时算得上是最大的赢家，相继登陆中巴，口碑收视齐飞。网播平台主打年轻观众肯定占据大部分网友。2021年同时上映的《周生如诗》和《你是我的荣耀》都是大赢家，热度不减到星光熠熠的大剧。迪丽热巴与杨洋双顶流量组合掀起全网讨论热潮，各方面数据一马当先。而杨紫和程毅同样是娱乐圈的一线演员，坐拥庞大的粉丝群，而杨紫如今是90后的花旦，更是有着多部古装剧的爆款，有颜有实力。怎么看沉香如屑都爆了大象，再加上超长片花，简直再添一把火，大家都傻傻的等着新作的出道。但从剧情来看，确实没有什么新意，甚至还能看到一些作品的影子，比如男主女猎魔人和莲花集，就像鲨鱼和灵师中的君子初识，他们的爱情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还有三生十里桃花，女主为爱跳轮回舞台，香蜜沉沉烬如霜，先甜后虐的具体相处模式等等，鉴于沉香如屑，但这些情节凑到一起，也足以说明剧情的跌宕起伏，绝不会用枯燥的剧情去注水拖时间的长短。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火爆的古语传闻有消息，玉骨遥不过开播以来声音异常大，而且是隔壁的鹅厂 S 增产。看来两大一线网播平台都在看暑期档，势必拿下这期间的火爆冠军。不知道沉香如屑是否真的能拔得头筹？这部剧的制作团队还是很强大的，郭虎导演参与了《轩辕剑之天无极》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创作，还指导了《周生如诗》。他非常了解观众的喜好，尤其是古装剧应该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如何在剧情中精准定位虐。周生如是能在众多大剧中脱颖而出，已经可以展现出他的实力了。主角更有趣，滤镜真实，两位主角正面朝下。当然，如果剧情和其他同题材的剧差不多，那么最大的区别就是演员的表演了。无论是官方放出的素材，还是长片的网络直播，都可以看出杨紫和程毅将扮演的角色非常含蓄，他们通过一个眼神互动就能了解角色的心境。杨紫自古身为炎杏之药，性格活泼可爱，比较调皮，为了救玉墨献出了半颗心，结果没想到命运却只有爱情结，是身跳下轮回阶段后受爱伤的人设下的。虽然杨紫在演员表中的位置是有的，但从预告片的放出还是影片画面看来，人物形象并没有男主那么饱满。在剧情高潮虐点上，于墨的表现也比较多。程毅作为玉墨温柔而阴暗，是护气山主之一，为了找到炎光直接气先入魔，从甜到虐再甜，原本玉墨会多写一点墨迹。他不是第一次演古装剧，当一场流离虐肝，不少网友追剧落泪。这一次的片子不是程毅原声，粉丝很不满意，毕竟他也有实力，配音很容易串戏。撇开这些不说，沉香如粉官方放出的预告片和特辑滤镜都非常真实，不是刻意的美颜，而是为了呈现演员的真实状态，让观众更深入地体验角色的情感点。唯一不足的是，镜头里的两个演员有点上下，当于墨受了重伤，脸上伤痕累累，头发在风中凌乱，他已经没有力气先掉头了，这简直太美了。仰拍中，程毅的胡茬和纹路微微可见，但那张脸还能扛得住，皱着眉头，眼眶含着滚烫的泪水，白唇令人心碎。此时的他该有多痛？
他穿着一件红色的婚纱，握着女主的手，脸上是鲜红的伤疤，红眼中的泪珠快要滑下，玉墨无比深情地看着眼前的女人，这才是正道开龙须刘海的美男子。杨紫的妆容非常适合他，各种神采飞扬而不浮夸的表情让观众一眼就能感受到颜光的可爱机智，即使是淡妆也能看出杨紫的仙气。衣着、发饰和耳环回声，这也太好看了。浅色系的衣着营造出仙女气息，即便是过分打扮，家里的腮红和口红却让杨紫变得很傻很可爱。如果是装腔作势的表情，加上浮夸的打扮，肯定会让人反感。但从剧照中却能感受到搞笑气氛中哭笑不得的情景。言谈千方百计想要救男主，却束手无策，抱住男主痛哭，眼底线条和眼袋清晰可见，但完全没有形象包袱，完全沉浸其中。在剧中，两人真的太合拍了。当杨紫和程毅同台出现的时候，两人对视的那一刻，即使没有任何台词，隔着屏幕都能看到他们眼中的火花。侧面的台词也很不错，但是脸的整体神色还是上下起伏。在和女主的打斗中，男主不喜欢后仰着头，程毅的脸型线条比较有棱角，发际线和理发方正，背高马尾辫不够高，所以整个脸看起来更宽。女主尽心尽力演最虐的戏，镜头真的不太友好，女主脖子被男主捏住，观众看不到脖子的轮廓，假发套又不够贴头皮，加上女主低矮眉露尖，原本瘦弱的杨紫看起来有点壮。当女主崩溃开始哭泣时，镜头并没有切到前面，歪着头流泪却看起来有点奇怪的面部线条，鼻子、苹果肌有点僵硬，嘴巴和下巴也很奇怪。原来哭戏是不顾形象，这么大的五官表情挤在一起，还是侧拍，这不是缺点暴露得很好。不过话说回来，这影响不大，毕竟杨紫和程毅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整部16分钟的长片，网友们反复看还不够，就连媒体都会隐约期待的程度。眼看端午节将至，暑期档不会远了，当沉香如碎屑呼声如此之高，官方却无声无息，着实急死广大网友。不知你们是不是也期待这部剧？02长相思张晚怡白裙路演，谭健基卷发剑王外甥。长相思是一部大家期待的古装剧，要拍到9月的样子。官博才开始官宣，看来要早点看到最后的照片啊。主要演员，尤其是女主角杨紫，自从开拍以来几乎没有太多休息。路演的主要演员颜值超赞，一起去看看吧。这是张兰艺最近的路演之一，是她穿白衣服时的样子。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发型没有多余的刘海，完美凸显帅气的五官。看全身也很不错，衣服多是白色的，上面还有一些花朵的图案，搭配的黑色起到很好的点缀作用。表哥也太帅了，绿衣小狐狸。邓为最近的路穿透，更多的时候是和涂善受对决的时候，这是修图的翻拍，也是路透时的对决。风吹起邓做的头发和下摆，真可谓一如当初明月做身，流水作姿。高清近距离拍摄。还有绿衣小狐狸高清大米拍摄，近距离欣赏邓的帅气。王家的衣服除了清水阵布外，其他颜色目前以青色多一点为主。原来还说景更喜欢青色，很适合他啊。凌波荷叶边的头发。日前谭健二的白裙路演成功帅倒了无数粉丝。白大褂银发，五官清秀，重点是那种绝对的邪恶气质。不过谭香健二的表情管理很好，也有一点麻烦，那就是两边的胡须刘海总是被风吹来，挡住的不只是眼睛。凤龙上班，其他主要演员化了妆上班，都戴着一顶大渔夫帽。王红一的凤龙不一样，让大家欣赏帅气的样子。王红一喜欢穿运动装，开心地提起外号运动小企鹅，有点可爱哦。国王的侄子，这位就是饰演涂山王侄子的小演员吧。他虽然表面上叫王爷，但实际上是防风一影和涂山寿的儿子。这个小演员被选为大演员，演员长得像土三叔，尤其是眉毛、大眼睛，穿着绿色的连衣裙，很明显是涂山烬。竟和小妖结婚后被封为族长，是另一种安慰。王之所以成为族长，是因为这是唯一配得上逍遥的身份。既然两人结婚了，就不用当族长了，又可以做他的叶17了。最后是长相思 F4 表情包，做图的人太有才了。